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来关注一下哦。现在这个美伊算是正式的开战了，那到底该怎么样收拾这个残局呢？是会升级，还是到此为止呢？来看看这个川普发文，直接打脸了范斯哦。他说呢，为什么不能更迭政权，让伊朗再次伟大？为什么变成让伊朗再次伟大？一看还不是很懂哦。他说换了政权之后呢，说不定这个政权就会让伊朗再次伟大，所以就把美国那套 MAGA 还想要套用到人家其他的这个国家头上哦。讲得理直气壮的，这就是颜色革命嘛，就是要把人家政权换掉，好像讲得那么好听，说什么让伊朗再次伟大，变成 MAGA 了。那我们看范斯跟赫格塞斯他们讲法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是另一套说法。范斯美国副总统他说，我们不是要跟伊朗开战，我们是对伊朗的核计划开战。赫格塞斯美国的防长他说，对于伊朗一系列的摧毁只是针对他的这个核计划，午夜之锤行动与伊朗政权更迭是无关的。他们说无关，但是川普说有关，而且还创了一个 MAGA 这个词那我们看看这个炸完伊朗之后7架 B2 轰炸机已经飞抵了美国的母基地。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凯恩他说，午夜之锤的任务中总共派出了7架 B2 轰炸机。那他是从美国出发的，飞了18个小时之后深入到了伊朗。作为袭击的一部分，波斯湾的美军潜舰发射了24枚的这个战斧飞弹，从这边发射过去。那 B2 轰炸机是来到了这边所以包含了14枚 GBU-57的巨型钻地炸弹，所以他们的这个行动，午夜之锤的行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午夜之锤，川普也秀出了 B2 轰炸机降落密苏里的画面。五角大厦表示呢，美军稍早对于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午夜之锤行动，7架 B2 幽灵轰炸机还有数十架的加油机协同作业，进行超过了30个小时的往返飞行。这是川普的 po 文但是来对比一下这个碉堡克星这个 GBU-57到底轰炸前后的画面是如何？从外观上看来原本是这样子的地貌，后来的确有凿出了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摧毁的状况的确有轰炸过后的痕迹。那根据这媒体的拍摄强调呢，福尔多空袭后最新曝光的影像，夜幕之下其实看不出大规模的破坏不过这个伊朗的记者呢，在白天的时候去看看福尔多核设施遇袭之后的现场状况。相关的区域就像是没有被袭击过，这个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还好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也就是并没有像美国所说的那么成功嘛。因此美国的专家他们就仔细研究这个袭击的地点还有商业卫星这些图像显示，他说这些设施的受损可能仅限于地面建筑而已。目前国际原子能总署说无法确认福尔多核设施内部受损的情况，那还有两处曾经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可是里面到底是如何是不得而知的。伊朗呢现在也打算要报复了吗？匿名的白宫官员提到了，目前要避免最首要的事情，就避免这个行动让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局面。也就是说，美国打完想跑啦，美国并不想要跟你长期打所以他们要避免继续打下去，缴获进去。他们希望能够聚焦到让伊朗放弃核武能力，专注于谈判。但伊朗没打算这么做伊朗打算说要报复啦，告诉你游戏并未结束。伊朗的总统佩泽希奇扬提到，美国必须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美国才是以色列敌对行动的主谋。伊朗的外长呢也提到说，美国要为这次危险行动的后果负责，扬言要来报复啦。因此美国的国务院是紧急发布了全球的安全警报，很担心伊朗会对全球的美国公民展开报复行动，所以这样子提醒全世界。
的美国公民现在都要注意啦，可能美国要产生这个下一波被伊朗回击的行动，不知道会是回击哪些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代表在安理会上面呢，也在为美国的行动辩护。他警告伊朗不要去攻击美国人或是美军基地。他的相关说法我们听一下。Iran has long obfusca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and stonewalled good faith efforts in recent negotiations. Madam President, the time finally ca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fense of its ally and in the defense of our own citizens and interest, to act decisively. The Iranian regime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Let us be clear. Iran should not escalate. As President Trump said, any Iranian attack, direct or indirect, against Americans or American bases will be met with devastating retaliation. 好，美国打了人家，但是叫人家不许还手，要你乖乖投降。可是看起来伊朗不是这么想的，伊朗现在对于以色列的轰炸也是比起过往不太相同，就连以色列的国民也都感受到他们说这一次呢，火箭弹更加致命，感觉跟以往的冲突完全不同，人民已经非常的烦躁，甚至晚上是无法入睡的。那这整体状况，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我们讲美国那个 GBU-57啊，那个钻地弹，它本来的设算就是针对那个厚土层啊，就是我们讲普通的土壤，你打可以穿透60米，是啊。可是福尔多这个山区它是花岗岩，而且伊朗因为要放核设施嘛，所以还做了多层的混凝土，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穿透的啦，那当然地面一定会有炸痕嘛，因为确实有照片显示那个有点往上的一个弹状云的一个火光啊，那也搞不清楚它到底炸几枚啦，有人说6，有人说12，那这边说14啊，那基本上除非你定点这样炸，要同一个点一直打，打在同个位置，那还有一点点机会炸穿。可是我并不认为川普这次有真的要达成这个目的了，他大概就是打了然后就走了啊。我基本上认为是这样啊，就是怎么川普才说2个礼拜又要做决定，那隔天就出手啊？国家领导人有这么没有信用吗？我认为川普真的本来就想这样干吗？说你骗了全世界，那隔天就出手。我认为可能不是这样了，因为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说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美国怎么会这样干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可能有2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川普讲完2个礼拜之后，那有人跟他讲以色列的惨况，就他撑不住了，撑不住2个礼拜了，所以美国你如果真的这样，以色列可能会垮掉，所以你要介入。这是第一个，这个可能性啊。那第二个就是纳坦雅胡在美国说2个礼拜之后，纳坦雅胡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美国不要帮忙也没关系，我们自己来。”可是你去想，以色列又没有 GBU-57钻地弹，也没有 B2 轰炸机，那自己来是什么意思啊？理论上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用战术核武啊。那岂不是要打核战吗？那这2个可能性都是美国绝不乐见的，一个就是以色列垮掉，一个是以色列用战术核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川普才突然决定出手。因为坦白讲，我上个礼拜我也预测错误，我认为有90%不会打，杨永明说100%不会打，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个我完全 shock 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情报让川普决定改变想法，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这个那个 Fordo 这个地方是花岗岩，那伊朗又加上了混凝土的多层的保障啊，所以你要打穿它是做不到的啦。可是为什么川普跟国防部长要吹牛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啊 ？Fordo is gone，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程度？
我的想法是这样啦，我认为川普就是要以色列不要打了啦，你就把我当做真的了，我已经处理掉了，你不要打了，所以等于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给以色列一个下台阶。可是这里啊，伊朗不会放弃的。可是美国的想法可能是说，伊朗你就去炸以色列嘛，所以以色列大概还要挨一两次啦。可是我认为伊朗不会打美国了，因为美军在伊朗附近周边有13个基地，加起来的美军有45000人呢。其实我认为伊朗惹不起美军呐，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当然美国国务院还是要做全球警示啊，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可能还有少数激进人士啊要杀美国公民啊干嘛的啊。可是我认为真打对伊朗没有好处啦，所以接下来应该是伊朗还会打以色列，那美国大概就是想要劝以色列说，你就忍了啦，不然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没完没了，因为到时候就会有人讲硬话了哦，比如说俄罗斯那个前领导人梅德韦杰夫讲话也讲很硬啊，说你如果丢核弹试试看，也有人想要提供伊朗核弹头啊，对，这种话都讲到这里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事后的自我整理，我大概是这样理解了。好，来文基老师。对，其实川普这一次他的这个国际声誉再次破产，就他讲2个礼拜，大家都在等他2个礼拜，就是突然就出手了。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情报总监说，我们经各种情报研判，我们所得到的各种说以色列伊朗没有核武器，没有核武器。结果记者就问他说，根据你们政府高层人说，伊朗目前没有核武器。川普说，谁说的？有核武器。他说是谁说的？然后呢，记者说就是你的情报总监谁谁谁。他说他讲错了，他不知道，他没搞清楚。所以这个一个这样子的政府，这样子的一个首脑，对不对？这个前后可以转得这么快。然后他的范斯在接受在美国这个打了伊朗以后，记者接受媒体访问，坐在那边，哇，这个冠冕堂皇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没有对伊朗作战，我们不是对伊朗作战，我们是对伊朗的核武作战。”对，而且这个就是一次性行动，我们没有什么政权更迭的问题。这个事实上，在昨天的那个 Axios 的这个记者会也特别讲，这个就是单一军事行动，就是针对伊朗的核武而去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政治任务，也不会有撤回，所以政权面，就今天早上大家都傻了眼了。他说，这个既然伊朗的政府不能让伊朗再次伟大，为何不让他政权更迭，让伊朗再次伟大？这是什么政府啊？对，这一个人一把号，各唱各的调。昨天讲的跟今天就晚上立刻就推翻了。请问以后人家还信不信你？对，所以再回过头来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自己的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军事行动，已经把它这个收拾干净了，非常漂亮。全世界只有我伟大的美国军队才能做出这么完美无缺的军事行动。结果呢，第二天 Axios 的这个记者会，他就说，人家就问了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真的有确定把他以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设施都摧毁了吗？ Axios 不回答，交给那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他说这个问题他用一个术语是好像就是说OOA 吧，还是什么样？他说就是说这个攻击成效果的这个所谓的分析还没有出来等他出来也会告诉你。玄学，他说还没出来，他就不回答。公布卫星照片啊？对啊，结果说实话也真难。对不对？他公布这个照片，你近看就是那个地上有几个小洞，对啊，就那几个小洞，人家下面90公尺的东西，你能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吗？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现在又变成罗生门了，到底有没有摧毁不知道。可是国际原子能总署他说附近没有任何核设施啊，这些外泄的这种迹象。那你核设施没有外泄的话，那你显然没有攻击到啊。所以到底美国在忙什么？然后这个一团慌乱哈，美国下一步是什么？我谁都不知道。好，来问赖老师。川普为什么说他要再往后延2个礼拜？那就是说我们这2个礼拜内可以给伊朗一个机会，这个美伊赶快来谈判嘛。那原本就不是美伊直接谈，他们是透过阿曼作为第三方来谈啊，也就是说原本的模式就不是双方直接谈嘛，是转由第三方。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退出伊朗的核协议，所以美国已经没有资格在这个核协议的框架里面来谈。那现在美国又要回来跟伊朗谈有关于核武的、核能的、浓缩铀的处理问题的时候，那当然就变成要透过第三方。那后来川普改口改了几次以后，就说好，我再给你2个礼拜，这是他的政治承诺。那我给你2个礼拜，那就是2个礼拜我们再来谈。结果不到几天他就动手了。对啊。那这一动手，他认为这是一种声东击西，或者是认为这是一种欺敌战术。可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搞清楚，你的飞机起飞的时候，你可以有一批飞机往关岛飞，你另外一批飞机就直接去攻打伊朗，这个可以这样做，这叫做军事上的声东击西。你已经开始做军事动作了，但是你在政治上你就不可以言而无信，而且不可以这个欺骗到这个程度，因为当你欺骗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你了。对，那也没有人要去跟你说实话了。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也不能够确定伊朗现在他说不打，是不是真的会不打？因为伊朗已经在联合国已经强调了，他有这个反击权了，他可以保有反击权。那很有可能伊朗是现阶段不直接先对你美国动手。他现阶段还是对以色列动手，但是他很有可能他给更多的武器给这个也门胡塞组织，可能开始组织他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有2万多人了。他在伊拉其实那个民兵组织都是军人，而且都是职业军人了，很能打仗的一群职业军人。他在组织那些职业军人开始秘密的往这个美国在伊拉克或者在其他周边国家的军事基地开始在移动中，然后开始在部署怎么样打你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他也可能等你的战机，因为川普要做这个行动之前，先把他在卡达的40几架战机都撤离那个基地嘛，然后还有把这个阿拉伯海的这些港口的船都全部撤走嘛，因为他担心伊朗第一时间封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那对于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舰队就变成瓮中捉鳖，随便他打了。所以他当时为了就是降低风险，他先把他的船移走，所以港口是空的。可是可能伊朗等到你的船回来了，你的飞机回来了，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好像恢复跟阿曼或是谁可以跟你谈判的过程中，他哪一天突然就跟你打了？那你说你怎么可以打我？我保留反击啊，我就现在这个时候来反击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当美国政府他的整个团队都告诉大家说他是言而无信的人的时候，那谁还要对他说实话？谁都可以，今天我答应你，我明天就撕毁啊！我觉得把世界搞成这样子，政治人物毫无信用可言。川普真的是把世界害了。他也会把美国给害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对，因为这种。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美伊的状况，因为伊朗已经喊话要报复了，可能会从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东的美军基地会首先被瞄准。来看一下现在其实包含了像科威特、巴林啊、沙烏地阿拉伯，其实这些地方都有存在这个美军基地大概有5、6处所以现在可能是第一波所瞄准要进行反击的地方。伊朗的总统呢佩泽希奇扬他讲到了。美国已经攻击了伊斯兰世界的心脏，无法挽回的后果一定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必须让美国人因为他们的侵略而得到回应也就是说，他们誓言一定会采取报复措施。那外交事务的
报道当中，他提到了伊朗可能会采取报复行为，就是对于中东的美军基地来发射飞弹。即使以色列已经削弱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但是伊朗呢仍然有足够打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卡达、沙国这些地方的短程武器是没有问题的。它虽然打不到你本土，但是你这边中东的所有的美军基地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另外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呢，也将对美国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的基地有一些反击动作。这是纽时的报道。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已经注意到一些迹象了，就说这些民兵组织现在可能已经正在蠢蠢欲动了。那再来第二步动作可能会是用封锁海峡的方式。目前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也门已经是封锁了红海那接下来伊朗的国会也已经批准要关闭荷姆兹海峡。哇，这影响非常之大，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呢，全世界有33%的液态天然气还有20%的这个全球石油消耗量是通过这个荷姆兹海峡，每年还有7.5亿吨。7.5亿吨这样的中东石油必须要经过这里，所以它是一个中东地区的油库总开关、总阀门，也算是一个油库的咽喉那海上的安全非常重要。当年的石油危机，也就是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影响到了，就石油送不出来，才产生了石油危机。该不会又要再爆发第二次的这样的石油危机吧？那沙烏地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它的油管也是遍布在这个沿岸。因此，如果一旦关闭了荷姆兹海峡，现在其实看到了油价已经出现了波动的讯号。那这个消息传出，周一的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飙升了5.7%，每桶已经超过了$80，延续3周的上涨态势因为本来前一些日子是很紧张，已经开始在慢慢缓缓的往上，现在恐怕大家预测要到$130所以这个影响至关重大。那会影响到的就包含了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其实台湾也是我们也是用布兰特原油我们中油每个星期在公布的油价，布兰特原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摩根大通也表示了，他说如果荷姆兹海峡遭到封锁的话，油价他们预估大概是每桶$120到$130，那花旗集团则是预测大概是到$90上下。还有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以及国际联合海事资讯中心，他们也提到了美国有关的各种船只在红海这边其实有高度的风险，也有可能会变成被伊朗瞄准反击的一些对象。那还有这个美国现在很紧张因为一旦封锁的话，恐怕这个油价会失控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膨来说的话，雪上加霜那因此他们就出来喊话谁？不喊伊朗是喊中国，就说你中国要赶快来帮忙帮忙劝伊朗不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卢比奥是怂了嘛？你美国为什么自己不去谈呢？美国对于伊朗没有任何的作用力了嘛？因为你现在说话不算话，伊朗已经不再跟你谈了嘛，所以现在跑去找中国出来解决。那再来，美伊现在目前的军力看起来是悬殊的，是不太可能打持久战。但是呢，短期的影响对于经济的冲击，现在目前看起来，如果激发成中东团结对抗美国的话，恐怕会再度重演石油危机的状况。那全世界的经济这影响就非常大，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关税战了，再加上石油危机，雪上加霜。所以美国的前财政部官员他讲，现在任何试图封锁荷姆兹海峡的举动都会遭到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力反击。他认为，如果伊朗人选择这条路的话，绝对是自取灭亡。所以先喊一些重话，但是到底谁怕谁呢？到底结果会如何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因为荷姆兹海峡非常窄啦，伊朗要封它也不用派一个舰队在那边管，他只要把2艘船集成就挡住了。事实上已经有2艘超级邮轮本来要到波斯湾已经折返了，所以这些美国官员都是根本不了解当地的实际状况，在那边胡说八道啦。不过这个也回到伊朗本身就是说他封了荷姆兹海峡，他要干嘛？因为坦白说美国又
那个从波湾进口的油只有6%，所以第一伤到了可能是东亚国家，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那当然更大伤到的是波湾国家嘛，就他们的油出不去嘛，所以对以色列、对美国，其实伤害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伊朗就要想清楚你是要干什么，我觉得伊朗恐怕他接下来是要想清楚了，这个事情要怎么结束了，那你才能够回来倒推嘛，比如说你如果认为是以色列打你不对那你要干嘛？所以你要把以色列揍扁吗？不可能嘛，你也不可能占领以色列啊，所以你是希望得到什么？是不是说以色列要赔偿？所以你，因为我们凡事目标要，反正你要有个目标嘛，那第二个你要打美军的基地打美军的基地，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开始有兄弟的尸体开始运回美国的时候，那美国的民调会受到影响那可能会双输因为美国要占领伊朗也非常不容易，那美国因为已经打过阿富汗、打过伊拉克，绝对不会想打伊朗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伊朗要把自己的目标想清楚了，比如说美国，因为美国现在的最大的麻烦就是连特朗普讲话都没人相信，所以变成是这个白纸黑字到底要怎么弄那如果没有第三方来一起见证那这样够力吗？会足够让你相信吗？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大家看的有点模糊，因为不知道伊朗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的目标比较清楚嘛，就是要阻止你的核武计划。那事实上，伊朗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回答，就是他真的就没有真正在做核武的阶段嘛。对，他现在只有浓缩铀的阶段可是你以色列已经打了人家了，就算你是错误理解，那你也要有所动作你要赔偿之类的所以我是觉得还是会想看伊朗的方案我们才能够比较能够评估他后续可能会做什么动作。好，来请教赖老师。哈梅内伊的最高的政治顾问那在今天他发表了一篇短文，已经放出来了。他的意思摆得很明白，就是说伊朗的核浓缩铀没有遭到毁坏，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的伊朗的核知识，还有伊朗的国家意志已经出现了。那这句话你把它斗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考虑发展核武器了。然后他说游戏才刚开始。对他说伊朗现在掌有政治的主动权，攻击的主动权，因为他是挨打的。所以等于是权力掌握在他这边。那游戏刚开始，如果伊朗开始，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伊朗的地下的核设施它到底怎么分布的，但是当以色列在攻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的时候，联合国他们的 IAEA 原本伊朗是部分给他们去监督的，并不是完全那 IAEA 都说那个原来存放的那10几桶不见了，那他们没有人知道移到哪里去，这代表什么？代表伊朗并不是一个呆子，它有 B 计划、C 计划。换言之，也就是说，它也都应该有计算到美国对它的攻击的方式跟手段。它本身如果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它的核浓缩铀移到哪里去？它要开始怎么去做，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原本我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我还可以监督，现在是完全没办法监督了。原本他确实是只是想把提炼浓缩铀成为跟你谈判的筹码，但是他现在把这个提炼浓缩铀变成他可以制造核武的一个手段了，那这个才可怕了，因为原本是可控制，现在变得不可控制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既然这个最高的政治顾问已经说游戏才开始，我们会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担心的是，
伊朗是绝对有能力输出国家恐怖主义的，而且它是很有经验的一个国家。那也就是说，伊朗可以用国家的钱、国家的武器装备，也就是在海外的恐怖主义，它可以提供给他们技术的、经费的、武器的，甚至部分的有关于核辐射东西的这些供应。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以前还有一个框架，现在一旦没有框架的时候，没有规则、没有秩序，随便玩，其实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我觉得美国把一个本来大家都有规则，至少都讲一些道理的，他把它都推翻了以后，现在坦白说，我个人越来越担忧的就是再也没有规则了，再也没有规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这个伊朗每次陷入这个国际争端的时候啊，他都会说，我考虑要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可是这个过去50年来啊，伊朗从没有真正做过，因为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而且这里面伊朗现在它主要的这个经济啊收入来源也是原油，它把这个海峡给封闭啊，对伊朗未必有好处。而且现在这场战争跟过去战争不太一样，这场战争几乎附近的阿拉伯国家都是站在伊朗这边的，都站在伊朗那边，连沙特都说我们的伊朗兄弟啊已经变兄弟了。而且目前就是说美国攻击了这个伊朗以后啊，事实上最近国际的舆情反应啊，基本上连欧洲都是站在伊朗这边，更不要说阿拉伯的世界。那么伊拉克过去跟伊朗打过仗的，伊拉克内部就很多民众上街头了啊，反对这个美国啊这个攻击这个伊朗，所以在舆论方面，伊朗是占上风。那问题就变成，你今天荷姆兹海峡你一封的话，就海湾国家啊，这些石油就出不去了。那这些石油，说实话，有哪些国家？我这边讲一讲，你就知道蛮重要。科威特、卡达、阿曼、阿联酋、沙特都出不去了。所以这个基本上的话，你说你要制裁西方，现在欧洲也没有完全站在美国这个地方。你要制裁美国的话，只是会造成通膨，因为美国现在也不需要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国现在石油是自给自足，还往外卖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唯一会获利的话，应该是俄罗斯，因为油价会大涨嘛。可是它的这个周边的这些邻居都怎么样？都得罪了。所以这个战略目标要很清楚。你做任何事情呢，你的目的是在，如果是亲痛仇快的话，那这个对伊朗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就荷姆斯海峡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认为伊朗会去真正封锁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啊。那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目前虽然伊朗说我要打美国目标，我现在我可以打美国目标，可是他会不会打，那也要看对他有没有利。那到目前他都没有打，可是呢，伊朗已经进行对以色列今天清晨又进行了第20波的飞弹跟这个无人机的攻击，而且呢，攻击的力道又加强，所以看起来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个伊朗的目标还是只锁定这个以色列，看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关注现在目前美军轰炸了伊朗之后大陆外交部有一个最新的表态，强烈谴责这样加剧中东的局势他们说美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跟原则，还有国际法，加剧了中东紧张的局势。因此，中方呼吁冲突的当事方，尤其是以色列，要尽快停火，保障平民的安全，来开启对话谈判。央视也报道了，包含了这个中国、俄罗斯，其实在联合国安理会都有针对美国炸伊朗核设施，多国要求举行会议，是不是代表着川普现在信用已经破产了呢？看傅聪在安理会上面也有公开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攻击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保障的监督核设施，人家是在监督当中的核设施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炸就炸呢？那现在看起来，川普他勇于兑现选举的承诺，算是优点之一但是呢，这个联合报他们认为，
这个白宫19号才读了川普的决定啊，也就是说2周之后再来看看是不是要对伊朗采取行动。哎，怎么说打就打了呢？那就让你自己陷入了毁诺还有信任的危机，以后没有人要相信你讲的话啦，你说的开的任何支票或者是说的任何的期限哦，都会说变就变啦。本来关税就已经让大家笑你塌口了，现在这样子的话，其实更是严重，因为这攸关到这个战争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看起来这种投机行为可能牺牲世界对于大国领袖的信任，也背弃了美国国内支持者的期待，也会酝酿国内外对于川普的信用疑虑。那这样子无预警的轰炸呢，伊朗总统也率众上街，还有欧洲各大城市都掀起了示威浪潮，美国人民也不挺川普啊，所以包含了纽约、华府这些地方都有发起了抗议。那我们来看一些这些相关的画面哦，因为呢，这个美国这样突然突袭式的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在华府这边出现了一些质疑声浪。反战的民众在周日的时候到白宫外头抗议批评川普让美国卷入到了中东的战争。群众是高呼让川普下台，请不要以我们的名义来发动战争哦，也说川普是战争贩子啊。过去川普一直讲说我认为是没有战争的，现在破功又破功啊，一回又一回啊。美国民众喊着川普必须要下台，还有呢，美国的抗议民众讲到了，美国无权指手画脚啊，针对这个伊朗的事情，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参与就参与其中呢？而且美股也反映出来了。道琼是小涨一些，不过科技股的卖压相当的沉重哦，因此这个费城半导体的指数是半脸绿啊。另外看看这个微博热搜，大陆网友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哦，因为美国对于任何国家的这个相处之道都可以反映出来，现在美国究竟有没有诚信可言？微博热搜第一，在昨天晚上霸榜啊，伊朗给全世界打了个样，怎么样的打样呢？先被美国骗谈判放松警戒，然后被美国的盟友偷袭啊，抵抗时还指望美国调停，然后迎来了美国的轰炸，这就是伊朗给全世界打了个样。美国就是这样子在骗你拐你啊，就说给你2星期，然后这2星期你放松警戒，还在那边内部想了什么，他就在趁这个时候打你。伊朗现在的这个做法哦，之前其实伊拉克也是被美国给骗了，乌克兰也是被出卖了，退出阿富汗的这个状况也是美国让大家看到了，美国现在跳票再跳票，在中东这个地方不断的中东欧洲，让你看到了美国还是坚若磐石嘛。我们台湾真的要赶快看看这个状况哦，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还能相信美国？伊朗恐怕心里面冷暖自知哦。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因为2战之后先发制人的打击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嘛。你一定要证明对方有一些实质的动作造成对你的威胁嘛。这个没有任何人证明啊，美国也没有拿出伊朗的核武计划。那更不要说制造核武了，就是只有浓缩铀这样而已啊！连美国的情报总监都不小心把真话讲出来了，所以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是绝对违反国际法。现在我就担心一个状况啊，就是下周，那中国、俄罗斯要求安理会要开紧急会议，美国又给你搞一个否决权。那我认为现在坦白讲，这个就看美国自己了。美国你一定要认知到，你可能会把自己卷进去那对最后变成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状况那个贸易战大概也不用谈的啦，因为这个事情可以搞到很大比如说刚刚赖老师讲到，伊朗如果生气，联合国不给我公道，又被你美国否决，那10叶民兵会做什么事？谁知道伊朗虽然没有核爆的能力，它有制造辐射外泄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讲的脏弹嘛。这个事上很多人都讨论过了，伊朗有3招啦。那比较差的招是赫尔姆兹海峡封锁，这个对他没什么好处啦打脏弹就是不得了了。对，脏弹造成了辐射外泄，那至少以色列的那个土地也很多年不能使用
那这个会引起仿效风潮。那还有第3点，那是更可怕的。伊朗如果直接去打以色列的核设施呢？以色列在那个 Negev 那个沙漠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核武研究室啊，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重水厂，哦，有人说那边大概可以制造50到100颗核弹。那伊朗如果被逼急了，你打我的核设施，我也要打你的核设施啊。那以色列现在铁穹还能够有效拦截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啦。所以美国真的自己要想清楚。如果美国没想清楚啊，那还这样糊里糊涂跟以色列站在一边哦，比如说对联合国安理会用否决权，那我觉得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啊。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啦，美国内部啊，事实上连川普的 MAGA 都不太支持川普打伊朗，是，所以我们现在就寄望哦，就是美国的包括民主党，因为舒曼已经出来开联合声明了嘛，就是民主党跟 MAGA 的共和党是不是会在国会有关那个战争授权法案严格要求未来总统要介入伊朗战争要经过国会同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釜底抽薪最快的，不然你要叫川普想通啊，难哦，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可能超过他的大脑可以使用的空间啊。好，季老师。对，现在川普，我觉得他看一看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这个民间的反应哈，这个可以说都是反对美国这样子对伊朗进行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跟国际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单方面的攻击。如果他今天可以随便打一个国家，他明天也可以打你的国家，那没有人会在那边挨打的，一定会反击的。所以呢，欧洲很多国家就站出来反对啊。欧洲事实上各国政府出来的声明也是很保留的，他们没有说支持美国的做法，他们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讲法。欧洲包括英国的首相，包括这个德国的政府包括欧盟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及外交的最高代表，这代表欧盟的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的这个发声管道，他说要呼吁这个各方面进行克制。不要升高冲突，不要升高冲突是谁在升高冲突嘛？很清楚。可是他们因为到底还是跟着美国人混的这些小弟他后面都加了一句话，就是说，可是伊朗是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的。那现在美国自己的这个情报总监都说没有核子武器啊。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联合国常任代表，对，也讲得很清楚傅聪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去攻击的核设施是被国际原子能总署保障监督的这些核设施。那国际原子能总署它是它是长期派人去检查的。你有多少的存量，你怎么处理？它是为了这个2个原因，一个为了核能的安全，一为了防止核子能被不当使用到军事用途上。”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这个每一个核子能我们的核子炉也是受 IAEA 所监管的，所以呢，那要由 IAEA 来讲话，有没有变核武你美国有什么权利说打就打，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这个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是完全无法无天的啦。所以呢，川普这个做法上，刚刚也讲了，内部有人反对，一个 MAGA 的国会议员就公开反对出来。结果川普针对那个议员说，你可能要把你从 MAGA 赶出去，这就是川普的作为啦。不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国际舆论反应会影响到美国的作为。那而且现在看下一步这个事情怎么发展。以色列好像并没有提高对这个目前对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力道，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还是怎么样照常。我就是家常便饭，每天打你，每天打你，每天打你。那现在就看是不是有一些又有突发状况。可是川普这个做法，他今天又加强了他的这个整个怎么讲呢？整个他的论述，他的这个所谓的口诛笔伐嘛，他嘴巴上又提高了，我要搞你 regime change，我要把你的这个
这个就变成你的道理何在？说因为你不能让伊朗再次伟大，那全世界政府不能让自己国家再次伟大，政府都应该被换掉吗？这个已经到我觉得到一种就是说已经到了怎么样无理取闹的这种程度了。那这要看国际社会了，安理会，然后各国的这个民众在街头上怎么表现了。好，请教赖老师。我觉得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总统跟他所领导的团队让整个美国陷入最大的困境啊。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几乎是形同虚设了，他做这么大的一个战争的行为，不宣而战，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所以国会的这个战争发动权事实上被这个川普没收了。他连国会领袖在野党跟执政党的国会领袖连召会都不召会，连说请到白宫这边来跟他做会谈，做安全简报都不用了。所以美国的这个国会领袖，尤其是众议院，当然参议院的议长就是范斯，但是你参议院还是有执政党的领袖，执政党的党鞭，然后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还有在野党的领袖，他们都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美国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三权分立了，它就是一权，行政权独大。可是问题就在于行政权大到这个地步，却把美国的公民他们的生命安全把它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不管是在美国的本土还是在海外，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包括很多的企业投资在中东地区工作的美国人，他们可能现在都会面临随时有可能会被恐怖主义盯上来去击杀的可能性了。这个你想对于美国公民来说的话，他们内心里面怎么会不焦虑？在中东地区的，因为美国的因为伊朗已经直接国家电视台已经公布，在中东这个地区，所有的美国人、美国公民跟军人都是他们合法的攻击目标，合法的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下达了这个狙杀令了嘛。那这个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么多人在那边工作，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去顾保全来保护他们的安全？那现在你能够叫大家的就是说不要出去多注意安全，国内也是说少机会，要多注意，我们把这个警戒提升。可是美国人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样子？你为什么要去介入这场战争？你为什么要不宣而战？你为什么国际规则你都不再遵守？然后呢，他也让美国在国际在联合国内让美国跟以色列陷入孤立。本来以色列就够孤立了，现在是美国跟以色列站队，美国自己也去打人家了，他也被孤立了。好，那我们看到在整个安理会目前的初步的会议中的时候，几乎都是一片挞伐之声啊。然后问题是在美国的盟友呢，两边不是人。美国的盟友在支持美国，他们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可是他们又不敢批评美国，